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thony。那我从新加坡回来香港已经1个月了。那3月1号的时候，香港政府也宣布，终于不用再戴口罩了。那等于宣告香港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。那今天拍这个影片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2023年3月的香港，我的所见所闻跟我的一些感想。那先从我周遭身边开始吧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这间办公室是服务式的办公室，共享空间。那因为之前疫情三年，然后所以其实办公室都很空。那最近呢，非常热闹，都是内地的公司、内地的员工，占满了整个那个办公室。所以突然间我就觉得，我是在深圳的共享办公室，还是在香港的共享办公室？因为都是我这边听到、看到、遇到的，都是内地的员工、内地的同事。然后再来是我居住的周遭，就我们居住的那个地方太古城，其实之前也有内地人，但是并不觉得会这么多，因为你在楼下，身边经过的人啊，遇到的几乎都是比较多香港人，或者是外国人，或者是日本啊，或者是韩国。那最近突然有一种趋势是发现身边都是说普通话的内地人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，我现在到底是在太古城，还是在深圳湾？所以这又是一个很强烈的感受。那有一天，我上个星期下班坐地铁回家，然后在铜锣湾的地铁站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在铜锣湾下车的半个车厢的人从这边走过去，都是讲普通话，都是内地人。所以现在的生活周遭的内地人，不是像以前一样的观光客，而是在香港上班的内地人。所以这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举证，我为什么觉得现在在香港，我觉得有一种内地化的感受。当然我要说，我现在分享的这些想法，都只是我个人的感受，不代表每一个人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可能因为是我之前1个月去日本，然后又去新加坡1个月。那新加坡的整个社会环境氛围跟它城市的活力，然后跟我回来香港之后的这个对比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落差，所以给我一种错觉吗？有可能是错觉，也有可能是之前疫情那3年，可能19年的社会运动加上后面的疫情，所以其实生活周遭并没有那么多的内地人，并不是说我讨厌内地人，或者对他们有歧视，而是我在叙述的观念是，香港真的是在内地化。那再来是之前大家都会讨论新闻啊、媒体啊都会报道说，香港很多外资都移走了，都去了新加坡。那这次我真的回去到新加坡之后，才发现这真正在发生。然后第一个是租金的改变。那我在新加坡的房子，一个政府的房子主屋，居然能出租的价格，我上网查了之后，能租到大约新币4000块，3600到4000块的这个价格，非常不可思议。然后呢，相比之下，我在香港租的房子，香港合约就是2年的合约，每2年都会需要重签合约。那我在香港住了10年了，然后今年是第一次屋主这么佛心，没有涨价，而他要我们大家共体时间。当然我会觉得说，这些改变，生活中的那种点点滴滴的改变，让我觉得真的是，
不能接受，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最大的冲击是，香港现在也有些东西不能接触到，比如说最近很火红的话题，ChatGPT。那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我开了一个账户，我在新加坡也在试着这个城中最流行的话题，然后刚好这次回来香港有一个简报，我就突然想到，哎，我可以用 ChatGPT 来做个简报。然后当我要登录我的账号的时候，才发现，原来香港目前是不能用 ChatGPT， 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打击，让我深深觉得说，真的那个香港在内地化，还有一点就是我身边周遭有很多认识很久的人都离开香港，除了香港的本地人，比如说我们公司我会帮好几个同事转调到加拿大、英国，那我以前在新加坡的同事，他们也是全家跟着她老公来香港，那她最近跟我说他们要离开了，他们要去台湾，所以这件事情对我造成了蛮大的冲击，是身边很多熟悉的人慢慢都在离开香港。那香港是一个国际社会，它的多样性，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人才聚集在这里，那大家离开，我不知道会对香港有什么冲击。基于以上种种这些举例啊例证，所以呢，我想要说的是，香港内地化这件事情，不是大家电视上说，有可能或什么，它是正在发生中的事情。那内地化这件事情对香港好与不好，我们现在其实没办法做出任何结论跟判断，可能需要之后10年后再回看，然后才能知道说这件事情对香港好与不好。那我目前只想拍这个视频来记录一下说现在的这个感想，跟目前我所周遭所发生的事情，那记录一下我的感想。那顺便我也在深深的思考，我需不需要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离开香港。最后希望香港作为一个外地人来说，我希望香港它能恢复它的魅力，还是中西方的交汇点，然后最明亮的亚洲的东方之珠，然后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好，那你有什么意见，请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告诉我，跟我知道或跟我分享。谢谢大家。那最近香港政府还推出了那个50万张免费的机票，要大家来香港玩。所以当然现在是东南亚，新加坡先开始，马来西亚先开始，所以欢迎大家回来香港。